看完王局的视频呢，我也想聊两句 DEI，这是一个让人觉得有一点扎心，甚至经常会觉得不公平的话题。我呢向来都是 DEI 的批判者，不过今天呢尝试不带任何立场，把 DEI 跟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加分政策来横向比较一下。你看哈，美国从哈佛这样的顶尖名校到硅谷的科技巨头，再到联邦政府正在进行关于 DEI 的，也就是多元、公平跟包容的大辩论，甚至可以说是大清算。核心的争议就是大学招生、公司招聘，到底应不应该看肤色、看背景？曾经被奉为政治正确这个 DEI 呢，在风口浪尖上正放在这个烤炉上被炙烤。而如果我们看回中文的互联网的话，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关于什么高校给少数民族学生加分呀，给外国留学生超规格超国民待遇的讨论，尤其是给留学生的那些豪华宿舍、高额的奖学金，甚至某些学校还有学伴。很多人就会问，凭什么呀？自己的小孩或者是自己本人寒窗苦读多少年，挤破头都很难进的那些名校，为什么对于另外的一群人就是敞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踏进校门呢？其实你看看美国跟中国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甚至有些时候感觉有点反智、不公平的做法，其实背后可能都共享着同样一个底层的逻辑。我们先看一下中美两条路线是怎么来的。美国的 DEI 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这个平权法案，是来自于美国之前那一段充满血和泪的这个民权运动历史60年代的美国，虽然在法律上废除了种族隔离，但是系统性的歧视是无处不在的。举个例子阿拉巴马州的这个巡警队整整37年没有雇佣过任何一个黑人警察。在那种情况底下，光说一句这个禁止歧视是远远不够的，历史的伤口太深了，需要更主动的作为去填平这个伤口，去纠正，我觉得这是容易理解的。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肯尼迪总统第一次提出到约翰逊总统签署，有一个著名的11246号行政令，就是要求和政府签合同的这个企业必须采取肯定性的行动来确保雇佣跟晋升机会平等。不过要注意一下，这里的关键词是行动确保，而不仅仅只是说不能歧视。当然后来甚至发展出了有非常明确的目标跟时间表的那种量化工具，来强制要求这个 DEI 达标。以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其实还正值冷战高峰苏联天天在攻击美国，说他们有很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所以那个时代推动平权、推动 DEI， 也有搞这个国际形象工程，跟苏联这个搞软实力竞赛这么一种味道在里面。后来我们看到平权法案的这个理由悄悄发生变化了，从最初的这个补偿历史的旧账，慢慢转向成了多元化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价值。美国的最高法院虽然禁止了僵硬的这个配额制度，但是认可了大学为了追求学生群体的多元化，可以把种族作为众多录取因素之一，因为他们相信不同种族背景的人凑在一块儿学习，能够带来更丰富的视角、更活跃的思维碰撞。这个对于培养未来的领导者至关重要。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也是认可的。当然，这个转变的过程发生在美国国力鼎盛、经济繁荣的后冷战时期，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美国有底气，也有意愿去供养这种 DEI 的理念。中国的情况当然很不一样，因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嘛，所以处理民族问题的核心思路向来都是维护统一促进融合保障稳定。那新中国成立以后，出台了不少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最典型的就是高考加分嘛，对不对？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照顾教育资源相对比较落后的边疆跟少数民族地区，那边的小孩他可能没有很多名校，所以他们需要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通过教育能够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跟国家认同，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也是认可的。另外呢，就是中国后来崛起了以后嘛，特别是提出了一带一路这个倡议以后，提供了非常丰厚的奖学金去吸引留学生。这个背后的逻辑当然就是跟国家的这什么战略外交布局提升国际形象、大学排名这些东西都紧紧的捆绑在了一块儿。那官方的说法当然是促进文化交流，培养知华有华的力量，对不对？不过这边要
注意一下，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就是无论是对内优待少数民族，还是对外优待留学生，其实中国的这些优惠或者是多元化的措施，基本上都集中在教育准入这个环节。中国政府并没有强制要求在招聘的时候必须要达到某一个民族的多少的比例，或者是给某一个特定的群体设定优先录用的指标啊。那现在我们来尝试理解一下两种多元化模式背后有一些什么隐秘的逻辑。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看到少数民族加分录取跟 DEI 政策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啊，特别是深受高考成绩定终身这种观念影响的小镇做题家啊。大学我觉得尤其是顶尖大学应该是唯才是举的地方嘛，对不对？所以当年我知道自己北京同学的这个高考成绩之后，说实话是差一点一口老血喷出来。有这个反应我觉得不能够算错，也很正常啊。对于个体来说学业成绩确实是我们最看重，也往往是唯一能够依赖的这个敲门砖。但是如果我们从学生或者从家长的这个视角抽离开来，换一个视角，站在大学或者更上层的统治阶级站在国家战略制定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高等教育尤其是这个精英教育，它的功能远远不止培养几个高分人才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政治社会工程。这个东西这个概念听起来有一点点阴谋论，对不对？不着急，我们来解释一下。先看看美国的 DEI， 自由派为什么在美国那么用力去推这个 DEI 政策呢？表面上看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种族和谐多元化，这些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是不是全部的原因。更深层次的逻辑是什么呢？首先呢，他们是想通过 DEI 政策把非裔拉丁裔这些历史上曾经被排斥在权力体系以外的少数族裔当中的这个潜力股识别出来，用精英教育体系去塑造他们，让他们认同自由派的价值观跟游戏规则，然后毕业以后呢，这些人能够成为连接体制跟他们各自社群的桥梁跟纽带，然后给他们提供上升的通道，实际上也是在驯化一些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你想想看，哈佛毕业的奥巴马，他的存在对于巩固非裔群体对于美国体制的认同价值是非常大的，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收编跟整合的策略，对不对？其次的话，培养出更多认同自由派这些特定的政治议程，比如说进步主义、全球化、性少数、平权的这些人才，将他们输送到法律、政治、媒体、学术、NGO 各个关键领域去掌权。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哈佛大学的这个黑人女性校长，对不对？就能够进一步的巩固进步主义跟自由派在美国社会的这个主导地位。所以从政治社会工程的角度来看，招一个分数虽然很低，但来自特定少数族裔背景，有潜力成为社群领袖，能够体现多元化价值的学生，其战略价值远远超过一个只会埋头刷题但在社会整合跟意识形态巩固方面价值不大的亚裔学生。那西方大学之所以申请的时候要求你填写个人陈述这个文件，之所以他们那么看重personal statement 这个文件，本质上就是要你说明你除了成绩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独特的价值，特别是被统战的价值，对不对？考试的分数你只要过了那个线就好了，证明你这个智商合格，能够顺利毕业，保证有这个基础门槛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如果我们再用同样的这个政治社会工程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少数民族跟留学生的这个优待政策的话，就会发现，首先第一点留学生针对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亚非拉国家的学生目标呢是培养那些未来可能在本国成为精英的人，他们在中国接受教育，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跟价值观，回国以后能够成为知华有华的力量。一个对中国有深厚的好感跟了解的青年才俊，比如说叫艾哈迈德，他日后有可能成为某个国家的这个部长甚至总统，这是一种长线投资，对不对？其次的话呢，通过教育可以输出中国的发展经验、治理模式跟文化价值观，可以挑战长期由西方来主导的国际秩序跟话语权。比如说告诉发展中国家，发展不是只有华盛顿共识一条路可以选，还可以有北京方案可以选择，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给一个来自于非洲或者中亚国家的留学生提供非常优厚的奖学金跟非常舒适的待遇，让他对中国产生好感，未来可能成为本国的亲华派精英，这样一种长期投资
它的战略回报是相当可观的。相比较而言，再多培养一个本来就已经对体制有高度认同，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完全无法为中国加分的小镇做题家，其实意义不大。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美国的 DEI 还是中国的留学生优待或者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其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都体现了一种工具理性。高等教育，特别是精英教育，被当作是实现特定政治或者社会目标的工具。选拔的标准都超越了纯粹的学业成绩，更看重候选人对于其战略目标的价值。这个词呢，听起来有点冷酷，但是可以被直白的称之为统战价值。其实两者都是通过教育系统来筛选、来塑造、来输送符合特定权力结构需求的这些精英人才，以便服务于一个更宏大的治理目标。而那些被认为在这些特定目标当中价值相对较低的群体，比如说美国的亚裔，尤其是被自由派视为已经过度代表的华裔跟印度裔，或者是如果讲到中国的话，汉族的小镇做题家，他们的感受跟利益在制定这些宏大政策的时候就被战略性的忽视了，他们的忠诚度被视为理所当然，或者他们不被认为是实现这些特定战略目标的关键变量。那说到这里，您可能会觉得有点扎心哈，那我就再来狠狠戳一刀，用政治社会工程跟统战价值的这个分析框架来揭示一个更加残酷的真相。要知道，在权力的棋盘上，价值的衡量标准远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更复杂、更势利。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以为只要成绩好、能力强，就能够获得公平的回报。但现实是在高等教育这个看似最应该讲实力的地方，被需要比单纯的有实力实际上是更重要的。如果你始终无法理解大学其实是作为权力分配跟治理的工具这一点的话，那从某种程度上恰恰证明了，在权力的游戏当中，零的被统战的价值其实是相对较低的。原因在于说，小镇做题家群体内部的想法背景诉求是比较单一的，很难作为一个连接不同社群弥合社会裂痕的这个桥梁的作用。其次呢，小镇做题家其实更关心自身的学业、就业跟阶层的跃迁，缺乏参与宏大叙事、改变社会结构或者拓展国际影响力的这个意愿跟能力。再次呢，你培养一个高分的工程师或者医生，他这个路径是相对成熟的相对标准化的作业。但是如果你想培养一个能够深刻影响美国非裔社群的奥巴马，或者是一个能够影响某个非洲国家对华政策的艾哈迈德的话，这个稀缺性跟战略意义、战略价值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某种程度上哈佛大学跟其他藤校在招聘当中反复强调的，但是让亚裔特别反感的所谓的领导力呢？所以当哈佛大学这些学校宁愿录取一个分数稍微低一点，但是能够为校园带来多元化标签，并且可能在未来成为少数族裔领袖的学生的时候，当中国的大学愿意用高额的奖学金吸引一个来自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期望他未来成为所在国家清华派的时候，他们不是傻，也不是单纯的说白左圣母心泛滥，他们是在用自己那套精密的服务于长远利益的这个算盘，极其理性的在计算投入产出比。只不过这个产出不是我们个体所理解所期望的学术成就或者个人的成功，而是服务于他们背后所代表的这个统治阶级权力结构的长远利益。我们以改革开放第一批留学生作为例子来尝试理解一下这个事情哈。文革呢，虽然耽误了他们的学业，所以坦白讲，他们的文化成绩肯定是不太行相比较而言。但是也正因为当时中国的封闭嘛，所以他们那一批人对于外国的大学来说是特别稀缺的存在。所以坦白讲他们是受益于这种 DEI 理念的。当然这里的 DEI 我们是广义上讲的这个 DEI 哈。他们得以进入美国最顶级的大学深造，而且毕业以后呢，改开的第一批这个留学生，他们的成就也是斐然。当然我们都知道有时代的红利嘛，但是其实反过来也证明了入学时候的这个成绩其实只需要证明你的智商没有什么大问题就好了，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 DEI 政策，从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风向大变，一股又一股强大的力量汇聚起来，形成了冲击 DEI 的完美风暴。首先，当然是因为经济疫情之后经济下行，通胀的压力很大，为了缓解美国这个高企的这个国家债务很多被视为锦上添花、非核心业务的 DEI 项目，都成了这个削减预算的首选。企业要降本增效政府比如说联邦政府到处在砍这个预算，他们要勒紧裤腰带的话， DEI 的项目 DEI 的性价比是首先受到严重质疑的。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两极化，政治两极化是非常关键的推手，因为 DEI 它深度卷入了美国日益激化的这个文化战争。在保守派眼中， DEI 被视为是激进的左翼议程，制造分裂，搞身份政治，然后逆向歧视白人跟亚裔。这个也不能说错的确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呢，从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哈佛北卡大学案当中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裁决以后，在实质上终结了在大学招生过程当中把种族作为加分项的这么一个做法。这个判决呢，像一颗核弹，直接摧毁了过去几十年 DEI 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这个法律基石，并且极大的鼓舞了在其他领域，比如说招聘这些方面挑战 DEI 的一些力量。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公司都取消了他们的 DEI 部门，然后也取消了 DEI 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在特朗普再次执政以后，他废除了运行将近60年要求联邦的这个承包商实施平权计划的那个行政令，所以他要求所有的联邦机构都终止非法的 DEI 项目更何况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新任国防部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命，一个重要的任务呢，就是在军中清除掉 DEI 的这个毒素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从根基上开始瓦解，就是美国政府推动 DEI 的这个制度框架。所以我们看到经济压力、政治动员、法律裁决跟行政权力都转向这些合在一块，共同将曾经看似不可动摇的 DEI 推下了神坛。这背后其实也揭示了一个非常冰冷的现实，就是那些在国力鼎盛、社会相对宽容时期被认为理所当然甚至引以为傲的那些进步的政策，当面临经济困境、内部撕裂加剧，然后外部竞争压力增大的时候，很有可能变得异常脆弱，首先被抛弃掉。所以当做大蛋糕变得困难的时候，如何分蛋糕的矛盾就会空前的激化，而那些被认为可能会拖累效率、制造分裂的政策，比如说 DEI， 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靶子。所以聊到这里，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小结，就是我们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跟逻辑。美国的模式是源于对历史不公的这个补偿需求，在国力上升期跟特定的地缘政治背景底下一度发展出了一套深入美国社会机理、强调积极干预的 DEI 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包含着关于公平、效率跟身份认同的巨大张力，在近年来多重压力底下遭遇了重挫，正在经历一个痛苦而剧烈的收缩跟重塑期。而中国的模式始终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战略目标置于优先地位其相关的优惠政策或者倾斜政策主要集中在教育领域但是刻意与就业市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种模式展现了更强的稳定性跟可控性。所以这一场就是我第一次尝试把 DEI 跟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优惠跟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这样横向做比较，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觉得有3点值得思考。第一点就是所谓的多元化或者公平的政策从来都不是真空当中的一个在大脑当中的一个理想的实验，它必须要嵌入每一个国家独特的历史它的政治、经济跟文化土壤当中，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标准答案，并不能说我们在美国用了 DEI， 所以一定要在中国也要去实施 DEI， 对不对？第二个，我觉得资源跟环境是非常关键的变量，就是经济繁荣、社会相对自信跟宽松的时候，国家跟社会似乎更有意愿跟能力去承担促进公平弥合差距的一些成本。但是反之，如果经济承压、竞争加剧、社会焦虑上升的这么一个环境底下，关于效率跟生存的考量往往会压倒对于抽象公平理念的追求，所以这个时候政策的脆弱性就会凸显出来。
而公平本身的定义呢，说实话是一种权力博弈的一个结果，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侧重点不同，就会导向完全不同的政策选择跟价值取舍。而这种取舍往往会与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跟权力结构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您认为在当前的国际跟国内形势底下，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处理多元化跟公平的议题呢？美国 DEI 的这个经验教训对于其他的国家又有什么具体的启示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讨论对您有所启发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订阅爱生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精彩内容。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